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不是说吃得越咸越长寿吗？张大伯从病床上醒来，就问了医生这样一句话：谁跟你说的呀？盲目摄入大量食盐对身体的危害大，不仅不长寿，还可能会减寿呢。医生无奈地摇摇头，这已经是第3个病人问他这个问题了。65岁的张大爷在前阵子看到朋友分享的文章里说，重口味饮食对健康好，吃得越咸越长寿。于是他就开始了自己的重口味饮食之旅，每天做菜会加入大量的盐。这样子吃了一段时间后，张大伯发现自己的身体有点不对劲，时不时会头晕。前天早上他又出现了头晕症状，晕到无法看清楚眼前的东西，同时还有剧烈的呕吐症状。被家人送到医院后检查发现，张大爷的血压值达到了180、120毫米汞柱，远超正常值。医生通过饮食了解，推断他身上的不适症状正是因为高血压引起。而张大爷之所以会血压上升，和他近期重口味饮食之间离不开关系。这个结果让张大爷觉得有点疑惑，不是说吃盐多身体好吗？自己怎么会因为吃盐而进医院了呢？每天都会摄入的食盐，你真的了解吗？盐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之一，它可作为调味品，也可以作为保存剂和身体必需的营养成分，有着百味之王的美称。盐与健康关系密切，对人类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大脑神经等多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盐对食盐的定义为以氯化钠为主要成分，可用于食用的盐。合格的食用盐是白色、无异味、干燥且颗粒均匀的。食盐可分为海盐、湖盐和井矿盐3种。不论是哪种盐分，都需要经过复杂的手续提纯，达到相应的标准才能够获批上市。目前市面上所售的盐里，海盐占比是 15% 到 20%， 湖盐占比是5到 10%， 井矿盐占比达到了 70% 到 75%。 内陆地区所使用的盐多数是井矿盐。食盐还可以按生产工艺分为精制盐、粉碎洗涤盐和预晒盐，也可以按功能或者是用途分类为普通食盐、多品种食盐和食品加工用盐。181个国家研究，吃得越咸，寿命或越长。生活中不少人有看到张大爷看到的同款文章，文章里面指出，饮食摄入的盐分越多，寿命也就越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欧洲心脏杂志上曾发表过一项研究，研究从全球层面分析钠摄入量与预期寿命的疾病生态学。研究涉及全球181个国家，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这些国家的钠摄入量、人均寿命以及死亡的情况数据后发现，钠摄入量增加与出生起预期健康寿命延长、全因死亡减少有关。日均钠摄入量每增加1克，预期寿命会延长 2.6 岁，而到60岁时，预期寿命可延长 0.3 岁，全因死亡风险可减少131例，每10万人有关。那这些研究真的证明吃得越咸，寿命越长吗？事实上，该研究仅是一项观察性的研究。研究人员本人也在论文中承认，影响疾病生态学研究的因素很多，影响死亡的风险因素也有很多。饮食中钠元素的摄入只是其中一个，不能盲目将该研究作为推荐指南的依据。日常更不能盲目的自行增加盐分的摄入，否则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威胁。3. 食盐摄入量过多，危害有多大？那么食盐摄入过多究竟会给健康带来哪些威胁呢？这5个危害不妨了解一下。1. 引起高血压。
盐分摄入过多会导致体内的钠离子含量超标，身体为了让钠离子浓度下降，会摄入大量的水分，这样一来，血管内的压力会因此而增加。为了缓解压力，只能让血压上升。2. 加速血管老化。我们常说，人变老的第一步就是从血管开始。钠离子大量的储集在体内，会让血管老化，而且让血管的弹性下降。血液内的胆固醇浓度增加后，容易诱发血栓的发生，对于血管健康非常的不利。3. 更易的发生骨折。高盐饮食会导致体内的钠含量超标，而高钠的身体环境会导致骨细胞的分化和功能受影响，继而让骨密度和骨强度下降，人体发生骨折的风险也就随之而增加。4. 增加胃炎风险。盐分摄入过量会给胃黏膜带来较大的刺激，可能会导致胃壁的细胞脱落，让胃部失去保护的屏障，增加胃炎、胃溃疡等病的发生风险。5. 影响认知能力。一些研究发现，长期摄入大量的盐分会导致海马组织氧化应激以及肠道的炎症反应增加，这样一来会让人出现记忆受损的几率增加，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对认知能力的影响更大。4. 科学控盐并不难，做好实践。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成年人每日摄入食盐应不超过5克。生活中该如何的去限制盐分的摄入呢？学会这几点。1. 使用限盐勺。购买一个带刻度的勺子，每次烹饪的时候，对自己加入的盐分有明确的认知。2. 改变烹饪方式。日常可以选择清蒸、水煮等相对清淡的烹饪方式，在出锅的时候再放盐，也可以减少盐分的用量。3. 用其他调料替代盐。日常可以使用醋、柠檬、八角、胡椒粉等的调味品来配合调味，尽可能的减少盐分的添加量。4. 警惕隐形盐。很多人日常只注意了盐的添加，但却忘了一些隐形盐的存在，如酱油、味精等调味品，里面的含盐量也是很高，日常要注意限制量。科学限盐还是十分有必要的，盐分摄入过量对健康有害也是毋庸置疑的。在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控制自己的盐分摄入，切不可盲目的遵从重口味的饮食方式，以免危害身体健康。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